我不会帮民进党辩护，我不是民进党发言人。财政收支划分法当然应该要修，但是不是现在这种修法。现在这个修法是闭着眼睛胡乱喊价，然后从中央挖个几千亿。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蓝绿对立，不是行政立法僵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傅崐萁集团要用彻底不民主的方式摧毁我们的民主秩序。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制我朋友。最近立法院三读选罢法、限速法以及财划法时爆发了严重的争议与冲突，有许多民众上街头反对修法。那为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些争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这一次抗议的发起人，也是经济民主联合的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律师。那强制我朋友强在哪呢？首先，赖中强律师职业超过25年，专业领域涵盖了智慧财产权经营权正义、税务、行政救济等多项的议题。同时呢，赖律师也长期投入在社会运动当中，从野百合学运到反服贸太阳花，一直到近期的青鸟运动，他的身影从未缺席。第三，10年前呢，他与伙伴们成立了经济民主联合，致力于守护台湾的民主、主权与经济自主，推动多项的法案与政策改革。那因为经民联呢是这一次号召民众上街头的主要团体今天我们就是要来问问赖律师，以他们的角度来说，这一次的修法争议在哪里？这些法案会对未来造成哪些的影响？国会冲突不断，又要怎么解决呢？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企业官网、互动答题、一页式的网页，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再呈现给受众。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持续累积曝光流量。现在就联系我们，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好，那就请赖中强律师为我们的观众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赖中强律师。这一次反对国会3大恶法的行动中，我们连续3天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立法院外面集合，希望能够恢复国会民主秩序，退回3大恶法。但是最后中国国民党还是碾压式的把这些法案通过。那今天除了我们之外呢，还会我们镜头外的企划杨洋也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洋。在访谈正题之前，我们想要先聊聊，就是刚开始是为什么会走上街头的。1988年进大学，那一年刚好是台湾民主大变动的一个时代。1988年蒋经国过世，那一年发生520农民运动。90年3月学运、野百合运动，要求国会全面改选，老贼下台的时候，那年我是大2，所以我是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持续参与社会运动。哇，那这样子经历过哪些社会运动，或者是在街头上面可以跟观众分享？大家也许比较有印象的就是野百合学运嘛，太阳花运动，今年青鸟公民运动，这些我都有参与。感觉大家会比较常有个疑惑，就是是不是社运比较常跟民进党站在一起？我想不能这样讲，应该是说整个台湾的民主运动就是追求民主，追求社会的进步。中国国民党其实是一个旧威权外来的政党，台湾的民主运动反中国国民党是理所当然的，他到今天还不认同台湾作为一个国家。但是这不代表我们无保留的支持民进党，这不代表我们不批评民主进步党。事实上我自己也曾经去民进党中央党部外抗议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抗议行动？太阳花运动我们一个重要诉求就是要订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但是我们要的是真正能够监督的监督条例。那民进党后来有提了一个版本，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我们对那个版本并不满意，那个事情我也去民进党中央党部外面抗议好，那我们拉回到这一次，就为什么会组织这一次的运动？最重要的是要反对3大恶法，选罢法跟宪法诉讼法所碰触到的公民罢免权，以及宪法法庭的违宪审查制度，它是可以节制政治人物滥权暴冲的关键的民主安全法。但是现在有人要把这2个安全法拆掉，就是傅崐萁。那拆掉了以后，政治人物就可以为所欲为，不用受到司法审查，不
不用担心人民会行使罢免权，这个是令人担心的。那我们有注意到，其实金明联这次在发起活动时的标语是回复国会民主，然后退回3大恶法，但我们也有看到不少的网友他们对于恶法这样的标签是有一些质疑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其实就想要分别针对这3个法案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还有一些质疑。那首先我就想要来聊聊刚刚讲到这个选罢法，有不少的网友他们是提到说，过去这个公投法在修法的提案时，像是民进党的立委苏巧慧，他其实也曾经提过应该要减负这个身份证影本，但这一次选罢法的修法，民进党却大力的反对减负身份证的条件，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不就是我能你不能？这个状况为什么会这样出现？苏巧慧那个提案，立法院有没有通过？没有，没有通过啊，所以立法院认为公投不应该附身份证影本啊。中国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讲法是说，有一个东西我们有附身份证影本，就是总统大选的时候，个人联署的话，总统、副总统的选罢法有要求附身份证影本，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讲不通的。这是旧时代的做法。过去个资法只保护电脑里面的个人资料，2012年10月以后，纸本的身份证影本个资纳入保护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任何一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是透过大规模影印身份证的方式取得参选资格，完成登记。当我们把纸本的个人资料纳入保护以后，这种大规模收集、大量影印这样的联署方式，事实上是对国民的个资安全是非常大的危害。身份证影本这件事情，一方面它是重要的个资啦，另外一方面它具有代表本人的意义，所以我们反对用这样的方式来收集大量的国民个资。在选罢法部分好像也有另外一个疑问，我想问一下，就是有关于选罢法的门槛的问题。我们有查到，就是在立法院2021年的时候，立法院的法制局有研究报告指出说，自从2016年修法降低选罢法门槛之后，就有很多人在说，好像有蛮多选罢法的案子成立，有点像是报复性罢免。律师有觉得现在降低门槛之后，真的有出现这种报复性罢免的状况吗？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这个理由去修改罢免的门槛。罢免等于是人民收回对当选人的权利，可不可以发动罢免本身就是一个门槛，我们的门槛也不低呀。比如说像基隆市长的罢免，他要连署到数万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数字。我举个例子啦，太阳花运动以后不是有割蓝委运动吗？大家对于蓝营立委让服贸协议这样30秒通过非常不满的那个愤怒的氛围下，被点名要罢免的人超过10个人。真正跑到罢免投票的几个人？还真的不知道。一个只有蔡正元所以其实罢免制度的存在某个程度是给政治人物一个警惕，并不见得真正会付诸实现。我觉得一般这边大家会有2种想法的质疑啦。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们认为说，既然最后都没有过，那这样子附一个身份证，让这个门槛变高一点，不是可以防止一些所谓的幽灵联署吗？这个是在民众党的记者会当中有提到。第一个我会想要知道为什么会反对这样子的修法。幽灵联署一般指的是死人联署，没有这个人但联署，这不用附身份证，联署以后都会送给户政事务所去查对，那个一对就查得出来这个人已经过世了，或根本没有这个人，所以幽灵联署不是问题。剩下的问题是说有没有虚伪联署。要避免虚伪联署，不一定要用附身份证这个方法，而且就算是附身份证，也不能够保证100%没有虚伪联署。我们有太多原因会有身份证影本在第三人那边，我们选择了一个不能够保证绝对有效，而且是会大规模的侵害个资，而且会让人民因此却步，担心个资而不敢去联署的糟糕的方法。如果真的要避免虚伪联署的话，很多国家的方法是说开放本人来查询我有没有被冒名联署，这是一个方法。或者是更根本的，你如果真的要把那个正确率提高到100%的话，应该就用金明联建议的方法，你去户政事务所联署啊，让本人拿着身份证去户政事务所，或者去公证人那边，或者去邮局寄存证信函的方法。真的要走的话，应该是这样走啊。但这样子不会让门槛变得更高吗？不会，我们的建议是多元的选择，让民众自己决定说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附身份证影本，民众会担心。懂，对，我懂意思。重点是在那个担心。但是我拿身份证正本，我去户政事务所联署，我不会担心。
因为我的个资资料就在户政事务所电脑里面，我不会担心户政事务所的公务员另外去泄露我的个资，或把我的身份证影本拿去滥用。那这个就是我们一再批评的，他选了一个最糟糕的方法，既不能够确保达到他的目的，又会有严重的个资外泄，然后再来他会造成因为人民担忧不敢去联署，让这个罢免权的行使变得非常困难。但我这边还有另外的一个疑惑想问，刚刚其实也有提到嘛，现在罢免的门槛虽然说也不低，但是实际上罢免的那个数量还是相对比起当选的票数少的，所有人就会指出说，那这样不就是少数人否决了原本多数人的决议吗？不能这样讲，我觉得可以检讨的应该是一件事情，就是复数选区罢免门槛，我倒觉得这个是需要重新讨论的。比如说一个选区是选3个议员，那本来你只要拿1/3就可以当选，那我可不可以透过罢免把其中一个第3名把它罢免掉？因为其他本来就比较多很多。对，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我们本身是设计复数选区，那就代表我们希望呈现多元的民意。这种情况下，复数选区到底要不要适用罢免？我觉得如果罢免门槛需要检讨的话，是这个部分。这个也不是什么同意罢免票数应该大于原当选票数。如果是单一选区的话，民主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简单多数决，赞成大于反对嘛。我原本当选是因为我比第2名还要高，他如果被罢免，就是赞成罢免的人大于反对罢免的人。一个选区出来投票，而且你都已经要求说赞成罢免的人必须多于总投票权人数的1/4，那其实这个门槛已经够高了。你如果现在再要求赞成罢免的票数必须大于被罢免人的原始票数，你是把2个不同投票率的选举一起拿来投票嘛？没有出来投票的，你不能够假设他是赞成或反对了。那再来我们想要来谈谈有关财划法的部分。就之前在国民党执政的时期，民进党身为在野党的时候，也常常高喊说应该要修财划法，所以其实感觉两党都有一直说财划法是需要修正的，这件事情是真的吗？对，财政收支划分法是需要检讨的。最根本的理由其实就是精省，本来是中央省县，然后省虚极化了以后，那原本省的财源、省的支出该怎么处理？那这个其实需要有一个通盘检讨的过程，然后再加上各县市的财源并不均衡，对，到底是穷县要靠中央，副县要挹注其他县市，还是怎么样？这个本身就是需要随着社会情境、工商发展的情况来调整。所以财政收支划分法本来隔一段时间就需要调整，我觉得是合理。简单讲，财政收支划分法要做什么呢？第一个，它要决定国家的总税收多少比例归中央，多少比例归地方，富有的县市该怎么办，穷的县市该怎么办。另外是支出面，什么样的业务经费该由中央负担，什么样的经费该由地方负担。这就好像你开一家公司有不同部门一样，那随着每个部门的营收状况的不同，你每隔一段时间来检讨，这本身就是需要的。好，所以金明联并没有反对财政收支划分法需要检讨，但是不是现在这种修法。现在这个修法是闭着眼睛胡乱喊价，然后从中央挖个几千亿。那这里面觉得最糟糕的地方会是什么？为什么会站出来呢？他完全没有经过各利害相关人的充分讨论。财政收支划分法影响到的是中央与各县市还有乡镇之间的财源分配，在讨论的过程中，各县市的县市长并没有真正的实质参与，这第一点。第二点，财政收支划分，你改了收，你就不可能不改支啦。你怎么可以只改说我要从中央挖了几千亿，然后呢，他们不止没有调整中央的哪些业务移归地方，完全没有，而且还规定说，你本来中央对地方的补助款比照上一个年度1毛都不可以减。哇，这什么道理？2倍的钱？是啊，本来你说你中央钱比较多，所以你每年你按照计划性补助、一般性补助地方多少钱，那你当中央比较少的时候，地方自有财源增加了，那中央的补助是不是要减少？这一次中国国民党所推动的财政收支划分法
就是第一，从中央挖了几千亿下来；第二，并没有增加地方的支出的项目，并没有减少中央的支出的项目。第三，他还规定中央对地方补助比照上一个年度1毛都不能减。那请问，中央本来在支付的那一些社会福利支出，甚至国防经费，你钱从哪里来？我在这边我看到网络上面我有一个留言，这真的只是一个留言，他说啊，现在因为可能半导体很赚钱嘛，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算是盈余，所以它不会影响到。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说法？这个讲法是在讲说税收超增啊，对，没错。但是那是一个变动的嘛，那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嘛。前几个年度有超增，其实不能够说超增，应该是说你实际收到的税收大于你原本预估你会收到的税收。事实上，这几年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支出都在增加。同样的道理，我们并没有扩大举债。没有扩大举债的意思就是说，收入的预算也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超收一定会减少，所以超收应该是一个例外。你预估不准才超收，那现在居然要把超收作为常态性的方法，这个假设其实完全不符合实际。那其实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财划法虽然说它好像没有经过充分讨论，但它已经通过了。那现在这个已经通过的财划法，它实际上对于目前的影响是什么？律师可以帮忙说明一下吗？主计处应该有算过一个数字，如果真的要照目前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的话，那政府的各部门的经费大概要打个7折，就是我们的教育经费要减少30%，我们的国防经费要减少30%，我们社会福利要减少30%。那这样对吗？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举债。但是举债要还举债还要负担利息举债不是赖清德还将来我们这个工作世代，甚至是我们的子孙在还债中国国民党他们现在一般看来最有利的说法就是精神以后，原本属于台湾省的税收被中央拿走了，他们觉得这个不公平，台湾省本来应该是地方自治的，那这个部分应该拨给地方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本来属于台湾省的各县市的医院，省立医院变成属立医院，现在是卫福部部立医院，以前的省立高中现在变成国立高中，所以那个经费的支出是中央在支出的。今天你说要从中央挖个几千亿下来，部立医院的支出是不是要归地方？国立高中是不是要变成市立高中、县立高中？你如果没有这样调整的话，它就是不均衡嘛。但另外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就是在之前蔡英文执政的时候，其实民进党有完全执政过嘛？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决定要来修就是财划法呢？我不会帮民进党辩护，我不是民进党发言人。财政收支划分法当然应该要修，这个确实是牵一发动全身。富有的县市一定有富有县市的主张，穷县市一定有穷县市的主张，这个确实是需要非常复杂的政治沟通、社会沟通。确实，蔡英文8年没有做是错的，但你可以继续问，马英九那8年该不该修？也该修啊。我没有要帮蔡英文辩护，我也没有要帮马英九辩护，甚至我也没有要帮陈水扁辩护，这早就该花时间好好讨论的事情，我们都错失了可以好好修的机会，好好修的时机，现在变成胡乱修一通的通过了。是的。我觉得这边有讲到一个胡乱修一通，我觉得除了刚刚讲的内容的修之外，我知道这是很大的一部分其实是在这个程序上面，可不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一次的程序到底出了什么样子的问题？跟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一样，法律的修正一方面是立法委员他们之间的讨论应该经过委员会讨论，再经过院会讨论，中间可能尝试用朝野协商，大家用谈的方式来解决。但是法律的修正另外很重要的是社会的讨论。什么要进行社会的讨论？公听会，这个倒是其次。你把你要怎么修，你公布在那里啦，让大家来批评哪个地方有地雷，哪个地方有陷阱。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用集体的智慧，大家会帮你看得出来。但是我们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20几个版本，坦白讲，那个都是假的。
表决前一刻拿到那个草案，纸还是热的啦，影印的那个纸的温度还有了。你问中国国民党的立委，他有没有仔细看过那个条文？你问民众党的立委，你们自己有没有仔细看过条文？更不用讲民进党了啦。前几刻是多久的时间点？三读不到一天，不到一天，社会都没有看到。我记得应该是三读的再动议修正案，这是个方式的，这个就是在修正动议的问题哈。我这边有一个地方想问，我们之前有访过公都盟，他有提到说，其实这个三读的再动议修正案，它理论上应该是只能修一些重大错误或者是错字，可是现在等于是这个制度有点被滥用了。那这个滥用，我们目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吗？从头开始看一个案子你在委员会理论上它要经过讨论，但是财政收支划分法在委员会只进行了询答，询答是说把官员叫来问，立委问他问题，说你对这个版本有什么看法，接下来应该进入各版本的逐条的赞成反对的意见的讨论，这个有没有？零，完全没有逐条讨论。接下来送出委员会以后，他说全案保留，理论上你应该先汇整一个委员会的意见，比如说你要修30个条文，里面可能有20个条文你有整理出委员会的多数意见，大家来聚焦讨论这个委员会的多数意见对不对？院会就是讨论这个，那你就知道他接下来要修什么，大家一起看嘛，各个立法委员看嘛，民众看嘛，但是他没有一个委员会审查意见的条文出来，它是全案保留，交付协商。交付协商了以后有没有协商？没有财政收支划分法是完全没有协商的那完全没有协商，你20几个版本你到底要怎么过？你要过哪一个版本的哪一条？第一条你是要用 A 版本还是 B 版本？第二条你是要用 C 版本还是 D 版本？这个社会完全不知道啊。然后再来你进入讨论的阶段，1个2个发言以后，你马上又停止讨论动议。那我们的法案真的有讨论吗？这个是代表民意的立法院吗？完全不是。我其中一个想要讨论的事情是，国民党里面他们应该也是一个多元化组成，某种程度我们应该还是不是单一意见的。那这里面的这些立委，他们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吗？我只能够这样讲，现在国会已经不是以前的国会了，现在的中国国民党也已经不是以前的国民党了。傅崐萁是被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说应该要开除党籍的人呐。金溥聪完全认为这个傅崐萁是完全不符合民主国家政治人物的标准，他今天居然可以在中国国民党号令全党，整个中国国民党已经着魔了，以前的国民党不是这样的，然后破坏了所有的议事规范、民主程序。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蓝绿对立，不是行政立法僵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傅崐萁集团要用彻底不民主的方式摧毁我们的民主秩序，瘫痪这个国家。那另外我想要问的是，那金明联在这么长期接触政治的过程当中，难道没有觉得有一些国民党的立委是能够去沟通，然后去能够请他们也出一些力的吗？是有听过一些讲法了，中国国民党里面很多人也摇头了。但是目前傅崐萁还是非常强势的握有权力，这个是他们党内结构的问题。权力是什么？整个党团都听他的啊。对，但好好奇为什么他有有这样子的权力？应该是他手中有资源吧。过去几次的选举中，傅崐萁帮很多中国国民党候选人站台，然后提供资源，这个其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情。那刚刚我们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今天如果只是要就拿到钱，甚至他们有绝对多数，他们还是可以过，而且可以用看起来非常非常民主的方式通过。那为什么他们最后还是要走一个这么大，然后搞得大家好像都要讨论这件事情？你会怎么看？我觉得有人想瘫痪这个国家，会到这么严重？今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蓝营县市首长多，蓝营目前在中央没有执政，所以从蓝营的角度，理性上希望中央多分一些资源给地方。那如果你的理性是这样的话，你不会希望那个中央政府倒掉。但是他现在这么粗糙的方法，从中央要挖个几千亿走，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他的目的已经超过多分一点利益了，而是就是要瘫痪这个国家。所以在这边的结论可能是认为混乱跟分化才是他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的，
OK， 那就是代表我们接下来真的又会如之前我们在公都盟或者是其他的访谈当中提到的，就这个动荡可能还会持续的下去。我自己的评估啦，至少2年，就是今年跟明年。好的话2年，差的话要到地方选举，因为一定要到有某个民意出来喊停的时候，喊停的时候，这些人才会得到教训。我觉得不管大家是在对台湾法有什么样子的立场，或者是在政党上面有什么立场，但是我觉得对于程序的这件事情的期待，大家应该都是一样的。我们希望一个法律它是经过好好的讨论，然后有了各方意见之后再被定夺，而且这个定夺的过程不是一个非常赶，但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种很根本性的问题。即使这样子的一个程序最后跑出来的是一个好像你觉得接受的法律，但我们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事情吗？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好好走完这个流程。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要持续关注这件事情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原因。那最后我们想来谈谈这个限速法，因为我们之前有做过另外一支影片来讨论过这个法案的内容跟争议的，所以这次我觉得我主要想要是针对目前通过这个法案内容来讨论，就是想要先请律师这边介绍一下，就是目前通过的限速法它跟之前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最大的改变就是提高了宪法法庭做成判决的门槛，而且这个高的门槛高到他没有办法做成判决。实际上就是瘫痪了宪法法庭。第一个，同意权投票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它规定说宪法法庭要10个大法官参与评议才能够做成判决，但是立法院把所有的大法官都否决了。我们现在有几个大法官？8个大法官，所以他不能够做成任何判决。而且接下来原本的规定是说现有总额的2/3，6:2超过2/3。如果是适用旧法的话，8个大法官里面6个出席参与评议就可以啊。他现在要求至少要10个大法官，我们现在没有10个大法官啊，所以他不能够评议啊，不能评议就不能够做出任何判决啊。第二个，本来做成判决的门槛是现有总额的过半数，现在8个嘛，5:3是过半数嘛，4:4不是过半数嘛。照旧的规定，现在8个大法官只要6个出席就可以做成判决，里面要有5个对这个判决投同意票。但是修法以后呢，他说要10个大法官要有9票认定违宪才可以做成判决，那就好啦，通通都不能做成判决啦，大法官不能运作啦，再怎么违宪的行为也不会被宣告违宪啦。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就是说大法官审理的案子是在处理司法院所做的判决，人民基本权利的维护，那个判决有没有违宪，或那个判决所根据的过去的判例、法律或者是行政命令有没有违宪。那这次整个瘫痪大法官，结果是没收了人民当他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寻求宪法诉讼救济的权利，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我好奇一个点就是说有些人会认为你今天你提的人就是因为不好，所以我把你封杀，但其实我有给你这个权利，就是你就选更多是我们接受的人选上来，那我其实就会达到他的这个门槛的，这个是存在的吗？你看中国国民党封杀的理由是什么？真的这些人都是听民进党的话的吗？真的这些大法官的被提名人都是很烂的吗？他也是全部封杀。事实上他的目的就是要瘫痪大法官的运作了啊！如果他现在说你赖清德继续提，我继续封杀，提到我要的人为止，这样对吗？那这样提名权变得不就是你会认为这是一种制衡吗？还是不认为？制衡要在合理的范围嘛？啊，你是通通封杀这样算制衡吗？而且它不只是在人选上封杀，它在游戏规则上也改变，不是吗？我现在很难想象的事情，是因为在这个访谈当中，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制度或者现在的立法院的这些决策有多么的混乱。我们的民主已经接近崩坏的程度了。国会是民主里面行政、立法、司法这样的一个宪政民主制度下很重要的一环。国会本来应该是合议制的，但是这个合议不见了，变成是只有表决，而且这个表决他还用封门表决。台湾的民主真的面临崩坏的程度，大家必须站出来捍卫我们的民主秩序。不只是上街头，或许跟上街头一样重要的是，你要跟你的立委讲，你投票支持的立委讲，我虽然支持你，但我不支持你这样的行为。对，不能这样下去了，不能够再跟着傅昆萁这样下去。那面对这样子宪法法庭可能会被瘫痪的一个状况，有什么样可以应对的方法吗？
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不是不曾出现过。我相信宪政机关，不管是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或者是行政院或总统，都有权利就相关的争议申请释宪。那当然，中国国民党打的如意算盘就说，你再重新提出宪法诉讼，这个宪法诉讼还是要遵守立法院这个10票才能够评议，9票才能够宣告违宪。那我要说不是，不要忘了，国会只是行政、立法、司法3权中的其中一个一权。我们的宪法的本质就是要保障司法独立，司法独立也包括审理规则的制定权。所以大法官是有可能在这个案子，甚至在任何其他的案子里面去宣示这个原则，就是说宪法法庭司法独立的结果就是我们有审理规则的制定权，然后不受立法院立的这些规则这个法律的拘束。那有不少网友会说，就是如果立法院一直这样冲突下去，无法正常运作的话，难道民众就要一直不断上街吗？就律师怎么看这个问题？宪政体制上其实是有其他的解决方法。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目前这个情况最好的方法就是倒阁解散国会啊，重新改选啊，重新问人民的意见嘛。你支不支持蓝白这样继续恶搞下去嘛？那你就多投蓝白几票嘛。你如果不支持他们这样恶搞下去，你就让他们少几席嘛，甚至让他们不到半数嘛。当然啦，就是我们现在受限于宪法的规范，我们的解散国会，总统只有被动的解散国会的权利，就是必须立法院通过倒阁，总统才能够解散国会。但是这不代表没有其他手段，也曾经有学者提到说，行政院长在必要的时候，真的非常离谱的法案，行政院长是可以考虑拒绝附属。拒绝附属的结果，如果国会多数党认为不对，那就倒阁，那就解散国会。如果国会多数党不敢倒阁，那就是国会多数党默许行政院长这个拒绝附属。那只是这样会让双方的对立气氛高度剧升，那只是这个时机到了没有？那这个是一个判断的问题。那如果你问金明联的立场，我们先说我们做我们公民团体可以做的事情。那公民团体可以做什么？3个行动：究责、落选、抵抗。究责就是我们已经到各个县市，接下来会到各个选区去跟各地的选民讲说，你选出来的立委做这件事不对的，请大家尽可能去阻止他们。第二个，落选，我们要2028年要这些立委落选，不只是这样，2026年我们要这些立委的大庄脚、议员庄脚落选，那这样他们的气焰就会少一点。抵抗就是我尽可能阻挡这些法案，阻挡不了，我至少要拖延它的进程，让台湾的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民主、我们的自由少受到一点伤害。这个是公民团体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要如何去用一个客观的指标去检视我们的民主依然健康？如果这些指标都存在，都被我们打勾了，那就代表其实还行，我可能只是一时的事件。但如果这些指标我们发现糟糕，好像越来越糟，那我们就会更有一个自我判断的标准。如果律师来建构的话，会有哪些指标？好，我们就用这一次的3大恶法来看，特别是宪法诉讼法，特别是财政收支划分法。第一个，最后立法院通过的条文，社会大众是在几天以前看到，变得太赶，甚至不到1天。你有没有看到？还是他通过了以后你才知道它是什么？王金平时代是这样吗？对啊，中国国民党是多数党啊，那个年代的中国国民党是这样搞的吗？第二个，票数多了，最后一定有办法贯彻他所想要推动的法律，但是在这过程中，他给不同意见者多少的发言空间，多大的质疑空间？还是一个条文3分钟，3分钟后停止讨论。再来一个，立法院25开院会，134不开会吗？134开委员会吗？一个案子要经过委员会讨论，会诊意见，形成一个稍微明确的意见，就这个稍微明确的意见拿到院会去讨论。结果呢，我们现在委员会有任何功能吗？你一个案子送到委员会，很多都是尽付2读啦，完全没收了委员会啦。就算是送到委员会讨论，委员会最后的审查结果是什么？4个字：全案保留。那你是在讨论什么？完全其实没有讨论啊。委员会应该是要聚焦嘛，聚焦了以后大家知道20几个版本整理成这样的意见，那这样的意见是好或不好，大家再来
谈嘛，我现在想到这个也不见啊。我觉得不管大家听到这边，大家抱持着什么样的立场，我觉得可以在这个时候当做一个契机，去整理一下一个自己的你认为的民主的精神，还有认为的民主的规则程序。这边可能就会有一些很客观的原则，然后我们把这件事情拿来对照这次的法律里面有没有符合这些。如果没有符合的话，你就会更清楚知道说，对，我应该要站出来去阻止这个。那如果觉得有也没关系，那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你去支持它。除了刚刚讲的精神以外，规则也要记得同样做。然后另外，我觉得刚刚赖律师这边讲的就是你要把时间也纳进来。如果我们今天要发现说它有没有变得更糟糕，还是我们自己以为它变糟糕了，你就直接客观的比较一下时间相关的因素，可能就会更知道。而且我觉得刚刚律师其实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好的一个行动，就是其实不管我们支持的立场是哪一个，你去跟你支持的立委，去跟你支持的政党说，我虽然支持你，可是你有一些行为，我认为你应该要做得更好，因为这是民主国家所应该注重的事情。如果我们都能够先有自己的这个民主的基准判断的话，我们可以以这个基准判断去跟我们所选定的民意代表做沟通。然后这件事情的话，我没有要求大家改变自己的立场，可是你应该能够要求你支持的人更符合民主，然后更为这个国家做事情。我补充一下，大家对服贸协议非常有印象，当年的黑箱服贸，张庆忠30秒通过服贸，引发了太阳花运动。张庆忠30秒宣布通过服贸以前，服贸长什么样子，让整个台湾社会看多久？从2013年6月21号到2014年3月18号，将近9个月的时间。你看了9个月的时间，大家摇头。现在的财政收支划分法最后长的是这样的版本，我们现在的宪法诉讼法最后长的是这样的版本。傅昆萁让你看多久？我们的民主有没有倒退？好，那我们最后赖律师有没有特别想要跟我们观众说什么话呢？虽然我们的民主正受到攻击，但是我相信只要大家一起站出来捍卫，台湾的民主还是会继续延续下去，让我们一起捍卫台湾的民主。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也别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是点击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